大家好，我是微庄主。那在从这一期视频开始呢，我们将聊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哈，就是国际货币的更迭系列。为什么我会突然把这个系列拿出来跟大家聊哈？是因为我在跟大家沟通未来5到10年的投资策略的时候呢，发现有好多朋友还是有很多问题。那最后我想来想去呢，还是要来讲这个国际货币的更迭系列，因为这个系列才是未来5到10年投资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哈。那么在我讲未来5到10年贵金属的投资的机会跟策略的时候呢，贵金属长期的上涨的逻辑哈，长期的逻辑我们讲不是短期哈，长期的逻辑呢还是国际货币的信用。那么要想深度的理解这个国际货币的信用，我们就逃不过要回去看过去至少500-600年的国际货币更迭的历史，来去理解整个的这个变迁啊。那么我们其实呢，在聊这个国际货币的更迭系列，它不仅影响的是贵金属。好，同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美股有10年牛市，好，美股跟美债为什么有那么好的、那么长期的行情，包括 A 股为什么没有办法有长期的这种牛市哈？那么人民币国际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一系列的问题哈，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理解当下整个的世界的格局跟未来5到10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同时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制定一个更好的财富保护的计划。所以呢，特别重要哈。好，那我们先从一幅图来开始。这一幅图呢，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桥水基金的达里奥书当中来的。那么这个桥水基金呢，对过去从16世纪初哈1500年开始，对世界主要的各个国家做了一个国力的一个对比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去500多年间的一个国力的对比图上呢，我们看到上面排在上面的这一根线，每隔100到150年它就会变化，对吧？好，那这幅图当中有几个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东西哈，我跟大家聊一聊。那第一个呢，当时这个时候呢是中国排在前面，对吧？然后后来是变成了荷兰，后来变成了英国啊，黑色的线是英国，蓝色的线是美国。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为什么当时主要的流通是西班牙的银元而不是中国的钱币呢？是因为当时呢，中国是法律上是禁止跟外面非官方的这个贸易哈。我们说这个国际货币最主要的作用还是当人们在进行商品交换的时候，它是这个交换的一个媒介。我们去买别的地方的东西，我们要用钱来去交换。那么中国当时呢是不太参与到这个全球的贸易当中的。所以说呢，当时虽然说中国的国力是排在第一位，可是主要的流通的货币呢还是西班牙的银元。那我们说呢，国际货币的更迭呢，其实也就跟随着全球的这个国力的这个变化的排名来去变化的哈。谁的国家，哪一个国家最厉害，哪一个国家最有实力，它的货币就更容易成为国际货币，还有其他国家的储备货币，对吧？为什么要储备它？因为你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你就需要用它去做交易。这一系列视频呢，就会从这个西班牙开始哈，然后是荷兰跟英国，到现在的美国，我们来去看，在每一次货币的更迭的过程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好，我们作为普通人又如何去理解世界的这个格局，还有如何去保护我们的财富？那么还有一点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说我们中国在最近的这几十年，这个国力上升确实是很快。后面我们还会再详细聊人民币这个整个这个国际化会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投资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是货币的形式。我们说呢，从一开始这个是西班牙，从西班牙开始，然后是荷兰，是英国，是美国哈。那么西班牙呢，它当时呢主要用的是白银币，好，然后呢之后呢是荷兰替代它，就用了资本化的白银，这个我们后面再讲哈。然后呢就是英国代替了荷兰，它用的是英镑跟黄金挂钩，用的是金本位。啊，美国也用了一段时间的金本位，后来脱钩了，最后就变成了石油美元嘛，因为它这个国力比较强大，那么它就是依靠它的信用来作为它货币的支撑，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一个信用货币，主权国家的信用货币哈。那么我把西班牙国际货币的这个兴衰史啊，我总结了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呢，听我讲完今天的故事之后呢，大家可以再回来看一看，更容易理解。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大家作为现代人，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穿越回去西班牙当时最鼎盛的时期，我们是当时16世纪经济学家。然后呢，我们就被国王邀请到了他面前。这个国王呢就说：“哎，我们的国家呢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然后呢，我想来请教你，我想让我的西班牙银币持续的成为国际的货币哈，也希望我们的皇室的财富呢能够永远的在我们的手中哈。然后呢，同时也希望我们西班牙能够一直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让我们给他提建议。”
我们应该怎么提啊？这是我们这个视频面临的一个挑战哈，这是我们视频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么西班牙国王呢，现在就开始跟我们讲他的发家史啊，我们支持哥伦布去让他发现新大陆哈，当时呢也花了不少钱，对吧？然后我们就在心里想了，其实也没有多少钱嘛，相当于咱们现在的也就几百万美元而已。好，然后这个哥伦布呢，带着一众人呢，在1942年呢，正式的找到了现在的美洲地区的墨西哥跟秘鲁。这个国王说呀，哎呀，其实当时找到这个墨西哥跟秘鲁啊，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他们呢，反正是成为我们的殖民地了，我们把他们控制住了。后来再过了几十年呢，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我们发现了他们那边有非常大量的银矿，而且这个白银的质量特别好。于是呢，我们就强征这个本地的居民、原住民啊，来帮我们日夜兼程的开采这个银矿。当然了，我们要想挣钱，肯定也有很多的损失哈。那大量的这个本地的居民呢，就过劳死啊，或者生病死掉。那最后呢，我们发现呢，这个人不够，我们又从非洲购买了大量的这个奴隶运到这个地方，也是没日没夜的帮我们开采白银。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白银呢制作成这个质量和纯度非常高的西班牙的银元。那么这个银元呢，现在很厉害，它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之间交换物品最重要的货币。那么我们呢，也成为了最富有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墨西哥跟秘鲁呢，它产出来的白银呢，相当于全球白银产量的80%，我们整个控制住了这个白银的产量。那么同时呢，我们每一年呢开采出来的这些白银，就相当于其他欧洲好多国家财政收入的总和。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哈。我们就拿开采出来这个银元呢，到全世界各地去换各种的好的物品，我们没有的物品啊。我们呢从墨西哥秘鲁这个地方挖掘出来之后呢，做成银元呢，然后就运到这个马尼拉，菲律宾，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殖民地。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再把这个钱转运到中国去买什么呢？去买茶叶、瓷器、丝绸这些奢侈品。然后呢，我再回来，然后从这里呢运到欧洲各个国家，把我们买的这些东西呢再卖掉，赚取差价有一部分我们自己就留下来了。所以呢，我们本质上我们的发家呀，又是靠创造出来的货币，然后去靠贸易。假如我们是这个16世纪的经济学家，那请问你，我们怎么能够保持我们的这个西班牙银元的货币的这个地位保持我们王室的这个财富，同时呢，我们这个国家一直能够这么强大？然后呢，咱们怎么说咱们怎么回答这个国王？你就说呀，国王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呢，相信你已经看到了。首先第一点呢，物价现在已经开始上涨了，因为您这边大量的从非洲运去的奴隶，没日没夜的开采的这些白银没有任何克制的，就把这些白银的货币供应到全球，它的供应过剩。那么在一个白银泛滥的情况下，物价是会上涨的。那么物价上涨呢，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因为发现了白银之后，在整个的这一个用白银交换这个贸易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西班牙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因为开采白银的这些财富都流入到了上层的这些人的手中。如果当你物价上涨的时候，底层人民又没什么钱的时候，就可能会引发革命，你的政权有可能会有危险。好，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你们现在目前的全国的这个收入呢，主要是靠贸易你们没有自己的工业也好，农业也好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优势，对吧？比如说酒类的，比如说橄榄油这些，对吧？那么我们都没有把我们开采来的这些财富应用到这些上面，我们的产业空心化，我们没有制造业。那么一旦其他的国家制造业、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就很有可能会跟我们产生战争，而我们的实力不够，就有可能会惨败。那么在第三点就是说，在未来呢，当别的国家国力提升的时候，我们有很大的概率会被卷入战争。卷入战争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把我们的财政拖垮。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开采出来的白银都换到国外去了，我们手里的白银已经有限了，然后开采的速度也在不断的下降，因为矿产都已经被开采的差不多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再卷入战争的话，我们的财政就会拖垮，我们的国家就会破产。好，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内没有好的产品来去做出口，再把白银赚回来。那么白银
当它被开采出来之后，制造成银元之后，这些财富是不断的外流的，我们已经失去了对白银的控制权。如果之后开采的速度在下降的话，我们手里是没有多少财富来去支持国家的正常的运转的。我们跟国王就把这些东西都分析完了之后，这个国王肯定会问我们说，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我希望我编这个故事来帮助大家去理解其实说句实在话，能够讲好这个国际货币的更迭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尽我的所能把这个东西讲的通畅一点，或者是说更容易让大家理解一点，看看能不能帮助到你们。那么如果大家听不懂的话，过后再留言。如果在这个整个视频当中对你有任何的启发，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心，点一个赞哈。好，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那国王问我们说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我们就给国王提意见说，首先你们要建立制造业的体系，赶紧从国外学这个先进的技术，对吧？同时呢，控制我们的白银外流，把这些白银呢投资国内的工业跟基础设施。第三呢，避免过度的军事扩张，防止让战争把我们拖垮。我们要把我们手里的这个白银这个财富，要在军事投入跟国内的经济建设之间做好了平衡。同时呢，这个白银花出去了，一定要有回流的机制。怎么回流呢？首先，我们把工业、农业发展起来，出口再把白银赚回来。对，其次呢，我们要发展一个白银相关的票据，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美债。大家手里有了西班牙的银元，再投资回来，我们把银元再收回来，我们可以发行西班牙的这个银元的票据，也就是所谓的国债。我们再把这个银元收回来，这样我们就不会损失白银的控制权。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呢，我相信大家呢，基本上也大概理解了整个的这个西班牙银元的兴衰史。那么到后来呢，西班牙是怎么完蛋的？就是怎么被荷兰给打败的？就是他在这个战争当中最后拖垮了，他就失去了所有的优势。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这个逻辑链条它是怎么发家，又是怎么兴盛，又是怎么衰败的。首先呢，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之后呢，又发现了银矿，他们用白银来做银元，然后呢，有了最开始的财富的积累，然后他们用这个整个的这个银元呢，去全球去交换货物，成为这个国际的货币。因为它的这个白银开采的太多了，也没有限制的发行它，所以最后产生了通胀。同时呢，它没有在它的国内呢去关注它的制造业跟农业所以它主要就是靠贸易，就是靠创造钱，然后用钱去换最后当其他国家在工业上发展起来之后呢，跟它通过战争，长期的战争消耗，把它给消耗殆尽了。因为白银它毕竟是有限的，矿也会被逐渐的开采完，最后呢，它的货币就衰败了。总之呢，一句话，产业呢是根基。好，那么我相信呢，通过西班牙这个银元的这个故事呢，大家也基本上能够理解为什么特朗普这次说他的一些政策就是说，首先要振兴制造业，对吧？然后呢，其次呢，怎么样？不要卷入无谓的战争。他所有的这些政策，我们会发现，其实在历史当中都有答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先讲西班牙，下一期呢，我们来讲荷兰。好，那大家呢，如果对这个西班牙当时的国王呢，还有其他的建议，也可以写在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如果这一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请你随手帮我点一个赞。更多投资策略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微庄主低策略圈”。